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在 3.16 也差不多过去1个月了，通常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弄一些比较贵一点的流派，而且加上这一季的打宝运好很多，所以就组了这一支侠客负电甲闪现打击。这支流派的优点很多，缺点也不少。优点是刷图非常的快，非常的有爽感，跑得快，刷得快，自然也练得很快。目前这支侠客也练上了97级，生存方面也算是很优秀。护甲的方面没有喝水有8万。喝了水之后也接近了20万，攻击和法术格挡也都接近于 75%。天赋点了1灵之体免疫混沌伤害，以及本身有串上护体辅助，基本上刷土刷灾眼的机制都不太会暴毙。跑得快，刷得快，伤害算高，生存也好。再加上 3.16 的联盟机制就是要飞车刷图，一边飞车一边撸流派要的负电抗装备，可以说是最符合这一季联盟机制的流派了。有了这么多的优点在这个流派身上，那缺点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第一点是造价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流派最近非常的火红，导致流派周边的装备都非常的贵。我自己买负电甲的时候也是花了12亿，包含人格分裂与看守之眼等等，只要是这个流派的装备都是涨到飞天，没有一定资金的人还真的玩不起。我自己出过在台服的入门款大概要50重高左右，而且这个入门款只是可以顺利刷图的程度，在打王的方面伤害还是蛮可笑的。我当初是一边练一边撸装备，慢慢的把装备的负电抗都撸出来，最后才能达到现在影片中的程度。如果是用现在市场上的价格来估我的装备的话，应该是会超过200重高以上。因为目前这个流派的装备只要能撸到减电抗的话，都可以卖到很不错的价位。那以上就是第一个缺点，造价极高。第二个缺点就是非常的怕持续伤害，不管是某几张地图网的牵线持续伤害，或者是缩界守卫的大光炮，又或者是势力网8轮的地板，只要是碰到都是几秒钟之内就会暴毙。可以看一下现在画面中的样子，个人是比较不推荐用这个流派去刷缩界，还有闪现打击的走位问题。在缩界者放大光炮的时候，也没有办法使用闪现打击贴上去，因为只要插到光炮的边边就会死去。所以当时打缩界时，我是都改成了闪电打击，包含塞勒斯和世界王等等。在某些网会放出任何不利于走位的技能的时候，闪现打击这个技能就相对于弱势了一点。以上就是第二个缺点，持续伤害与走位的弱势。那优点缺点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介绍流派的构成吧。首先是流派的核心装备多尼亚理智血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负电甲。穿了这件装备之后，你就只能对怪物造成闪电伤害。护甲同时承受来自于集中的闪电伤害，闪电抗性不影响承受的闪电伤害，以及附近敌人的闪电抗性等于你的闪电抗性。也就是说，闪电抗性越低，等于你的伤害越高。还有要撑高护甲来抵抗闪电伤害。我记得在 3.16 的更新公告有看到，闪电的抗性最低只要到-200，主要也是对应这一季的联盟机制。整个流派的运作全部环绕在这一件负电甲上面。而武器使用自行之手，这把武器是使用四动之手点艾许的祝福而来的。使用这一把武器就是为了每10点智慧附加1到10点的闪电伤害。这一把武器本身并不贵，可以多收几把拿去撸负电抗。如果有撸到4%几率3倍伤害的话，价位又是一个大妖精。虽然我是买不下手，只撸了一个小小的负电抗就停手了。而盾牌使用幻芒圣盾，不得不说这一季正面盾牌的价格是越来越高。因应游戏护甲值的更新改动，在这一季越来越多的流派在撑护甲值，搭配格挡时恢复2%护甲的能量护盾。这个流派在打怪时有将近20万的护甲，基本上在怪群中间只要有格挡到的话，就可以恢复4000左右的能量护盾。基本上这一面盾牌是绑定不能换的，而且和武器一样，必须要多收几面盾牌来撸，可以撸到负电抗或者加火冰抗就停了。而手套使用缩者之处，最好的当然是瓦加1的最大狂怒球了，不过价格也是飞天，可以找加2光环或加2范围或加1宝都可以，主要还是要拿来撸出减电抗或者其他可以用的值都可以。而为什么要使用缩者这双手套的原因是，因为这个流派走牵制路线，每10点智慧会增加2%的闪避值，再配合霸体可以拿到很高的护甲，以及极高的智慧搭配手套可以拿到高额的命中，就可以再搭配祭祀基底的风暴者短靴。这双鞋子是每200命中值附加1至6的闪电伤害，并且减少25%的命中值。因为这个流派的命中值已经溢出了，刚好可以靠这双鞋子再拿不少的闪电伤害。而鞋子的做法是用刻毒的破空金水点出高智慧，后缀2时最好都是拿到抗性。如果点出闪电抗性的话，也可以用花园转成火冰抗。前缀就比较随意一点，
可以做跑速，也可以只做回避。因为这个流派基本上都在飞来飞去，走路的时间实在是很少。做回避的原因是因为专精天赋有点的鞋子每8回避增加1的能量护盾。我这双点完后缀之后是保后再丢引力吸，接入做跑速之后上个回避工艺就完工了。然后鞋子的部分比较不推荐拿去卤，因为做一双鞋子也是贵贵的。要卤的话，建议是卤第2次就收手。如果在卤到第3次的时候加到电抗，那就完了。鞋子的附魔可以选择近期内你若没有击杀，则附加1到160的闪电伤害。因为我比较懒得跑附魔，所以就随意挑一个就用了。再来是腰带的部分，最好的腰带是追忆18%智慧的腰带，那种鬼东西的价格我也是不太敢看，所以就挑了最便宜的巨岩之环。这条腰带如果有工会专门在刷看守之眼的人的话，应该是量非常的多，可以去收神圣石来得到15%，再上满能力值的催化剂，所有属性就可以有18%了。然后挖宝珠丢下去，没有黄就可以拿来卤了。目标当然也是卤出减闪电抗性，不过我这一条腰带卤了超过15条都没有。最后这一条有加元素伤害的就被我捡起来用了。而头盔选用领主之环来增高能量护盾，附魔是每个狂怒球增加闪现打击9%的伤害。当初是71买来加工的，现在的价格也是跟鬼一样。建议想玩的话，最好也是可以买别顶自底的头盔，重点是挑有附魔好的就好了。不然就是自己拿着领主之头去跑附魔，之后拿着附好魔的头盔丢狩猎者崇高，再使用单一的相似化石丢出智慧和智慧趴。后缀空着的话就可以上兽源的毒株祝福，如果是抗性的话就转成需要的火抗或冰抗。前缀可以保后丢引力吸拿需要的词，这里我是拿了专注有额外物理减免，也可以保后把能量护盾再高一点就好了。再来是力量和智慧基底的玛瑙护身符，用圣战的12%智慧粘上作者的9%全部属性。我这里是粘完了之后空后缀，锁后引力吸丢了后缀的攻速，然后就找花园用保后彩前丢一个漂亮一点的词就好了。伤害最高的前缀是每15点智慧增加1%伤害，不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，就看个人要求到哪里了。有则涂上了部落之怒，打击技能瞄准一个额外敌人，额外剩下的2颗戒指就补最缺的火抗和冰抗。在抗性有足够的情况之下，才可以补上智慧的能力值。前缀挑攻击技能增加元素伤害，或者是能量护盾增加生存。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之下，也都是能卤就卤。因为这个流派真的很缺火冰抗，也很缺减电抗，每一件装备的抗性和直坠都很要求。装备的部分就介绍到这边，再来就讲一下珠宝。最重要的3颗希望之选都选用大范围，抗性能付越多就越好。我大多是减挑19%的，因为减20%的也是要好几亿，不太想花。一颗丰富的心灵把敏捷转成智慧，能瓦出免疫腐化之魂是最好，可是一样很贵，所以我没有买。看守之眼选择清晰的获得魔力的额外能量护盾，这一颗看守之眼从雷水稀有席到能量之刃稀有席到这支用到现在，价格也从当初的3.5亿涨到现在10几亿。要玩的话还是买一下会比较好。这一颗看守之眼可以给到6到700左右的能量护盾，而巨型星团开了2组，一颗使用8天赋迟钝拿豢养狂怒和初期防御，豢养狂怒是拿偷取生命和攻击速度，初期防御是拿攻击格挡和法术格挡。小型星团则用了一颗2天赋和一颗3天赋的魔力保留效用，一颗起出自制力拿几率80%魔力保留效用，另一颗拿坚定50%的魔力保留效用。其他的词缀最好补一些火抗或冰抗，要注意一下不要拿到闪电抗性的。而另一颗珠宝放在天赋盘左上角的巨型星团，选择12天赋84物等以上的闪电或者迟钝星团，不知道为什么迟钝的比闪电还贵很多，跑 POB 这2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最优秀的词缀是前缀能量护盾和35%效果，后缀是智慧和全能力。看到我这一颗就知道了，用魂斗石按一按有35%效果和智慧就停手了，毕竟我是那种可以用就好的人。最后就是2颗的人格分裂，最好而且最贵的就是智慧和能量护盾，只是20级崇高我也是下不了手，所以我一颗用了智慧加命中，一颗则是从判官那边拔过来的智慧和力量。珠宝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再来讲一下天赋的一些重点。天赋正下方希望之选圈到的精华抽取很重要，是这个流派唯一的偷取魔力来源，所以也不推荐打无法偷取的图，你会闪一下停一下会很不舒服，除非你想要带一瓶蓝水进去打图。而在闪避和能量护盾专精的部分，拿了鞋子每8闪避加1能量护盾，
因为鞋子是用明底的风暴者短靴，在拿取高回避的情况之下，还可以补充不少的能量护盾，保留专精点的15%的技能魔力保留效用，以及光环增加15%的效果。闪电专精的非暴击的闪电伤害很幸运，能力专精的增加5%所有属性，盾牌专精的每5%盾牌格挡率就加1的攻击格挡。整个流派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。个人是认为这个流派很符合这一季的联盟机制，按下 B 之后要拼时间刷得快，每一件装备也都要能撸就撸，刷图的速度我非常的满意。玩过3打之后再回去玩将军战红，才知道原来我的爆图走这么慢。不过这一套的缺点也是很明显，除了招架实在不太亲民之外，在打作界或者是某些网的时候也不是很好打。在平常打网的时候要做的前置作业也有点多，水世界、先祖卫士、先祖战士长加上咒符之力，有一堆技能在打网的时候要放，所以遇到会跳来跳去的网也很麻烦。而在打网之前也可以先用狂怒敲水世界拿满绿球。这一支3打我在 POB 捏完之后伤害是700多万，拿去和将军战好相比是低而不少。个人还是偏向拿来刷土练摘岩使用，还有打幻象1阶30层也可以，刷幻象的稳定度有比将军战好高一些。不过在打某些网的情况之下，我更爱将军战好一点。结论是有钱有爱想飞可以玩，时间够多想练摘岩也可以玩，想稳定刷幻象1阶也可以玩。不过新手以及不够资金的人就完全不推荐了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不好意思啊，消失了。